关节不退化，骨质不疏松。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。今天我们要来讲讲骨折风险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在诊断骨质疏松的时候，事实上骨质疏松这一群人就是高骨折风险的一群人。那骨折风险有分低、中、高。如果这个人他的骨折的风险是高的，我们就说他是骨质疏松症，那他也需要来药物治疗啊，或是在做一些防跌的措施来预防跌倒、预防骨折。那但是呢，在这一群人里面，还有一群人是更严重的，叫做极高骨折风险的一群人。这一群人他是非常不好治疗，但是却需要更积极去治疗他的。我们应该要赶快把他抓出来，然后赶快积极的来处理这一群病人。不然他可能很快就会跌倒，很快就会骨折，很快就会坐轮椅或卧床，没有办法走路了。那根据文献呢，大概有7类的人比较符合极高骨折风险的这一群人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是哪7类，那最后再来告诉大家这7类应该要怎么样积极的处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最近12个月内有骨松性骨折的人。所谓的骨松性骨折，就是说只要稍微跌倒啊，稍微扭一下啊，就骨折的病人。例如说髋部骨折啊、脊椎骨折啊、手腕骨折啊、肩膀骨折这一群人，而不是说被车子撞断造成骨折啊，从高处落下造成的骨折，这个就不算是骨松性的骨折。那所以你这个人，如果你在12个月以内有骨松性骨折，那你再一次骨折的机会就会非常高，而且是在短期之内。所以这一些人一定要积极的做治疗。根据统计，如果你的一边已经有髋部骨折了，那你其他地方再断的可能性有将近1半左右，所以是非常非常高的哦。那第二种人就是说，你已经有在接受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了，却仍然发生骨折。比如说你已经每年打一次，或者是每半年打一次骨质疏松药物啊，每天都有吃骨质疏松症的药物啊，却还是又发生骨折了，代表说这些治疗对你来说是不够力的，所以你也是属于不好治疗，也是极高骨折风险的那一群人之一哦。第3个就是说，你有多发性的骨松性骨折，就是你这髋部也断过啊，脊椎也断了2、3节啊，然后手腕也断过，也开过刀啊，就是常常这里断那里断，那这个就是有多发性骨松性骨折的人，那这个也是属于极高骨折风险的人，也是需要积极治疗的。第4个就是说，你有服用对骨骼有损伤的药物，就是最常见的就是类固醇嘛。如果你有一些疾病必须要长期服用类固醇的话，那因为类固醇它会造成骨头快速的流失，它是比一般的停经后的骨松啊，或者是老化的骨松还要快速的流失。那这个也是极高骨折风险的一群人。那第5个是，如果你的骨密度的 T 值非常的低，一般我们是抓低于-3.0，就是你的骨密度是非常不好，这个就是极高骨折风险。一般骨质疏松我们是抓-2.5以下就是骨质疏松，那如果-3.0以下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，也就是极高骨折风险的一群人。那第6个呢，就是说你经常容易跌倒，就是跌倒了风险非常高的，比如说你1年跌倒了2、3次啊，或是常常不小心重心不稳就滑倒啊，这一类的人他也是属于极高骨折风险的一群人。第7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，就是在网络上，如果你做一个 Frax，F-R-A-X， 各位可以 Google 这个东西，就可以有它的网站出现。Frax 它是一个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你的10年内的骨折风险的一个系统，它是融合了大数据资料库来做分析，来做统计，可以预测你的骨折风险。那如果你做了这个骨折风险的分析呢，就是你输入你的基本资料啊，输入你说有没有抽烟喝酒啊，有没有骨折病史啊，有没有一些疾病之后呢，它如果预测出来，如果你的10年内的主要骨松性骨折的风险大于30%，或者是髋部骨折的风险大于4.5%，那这个都是属于极高骨折风险的一群人。你想想看，30%意思就是说，在10年内，像你这样子的人，3个就会有1个会跌倒骨折，进到医院去准备需要开刀啊。那开完刀可能还会需要坐轮椅啊，拿拐杖，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极高骨折风险的一群人。那最后我们来说明一下，如果你符合这7个条件之一或者是之2以上的话呢，要怎么办？这些人应该要更积极的
进行药物的治疗。那而且需要赶快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环境的地方，一定要让家里的环境比较友善一点，然后尽量避免去跌倒，或是加装一些扶手啊、防滑垫等等，这些都是可以预防跌倒的一个措施。那在药物治疗的方面应该要优先使用造骨促进剂，就是会让你的骨头长出新的骨头出来的这些药物，而不是使用传统抗骨质流失的药物。我们传统的半年打一次啊、1年打一次的这些药物，它都是让你的骨头不要流失而已。那目前有一些造骨促进剂，就是它是副甲状腺素类的药物啊，或者是一些硬化素的抑制剂啊，这些药物用打针的，它可以让新的骨头再长出来，而且可以提升骨密度，比传统的药物的速度还要更快。那这一群极高骨折风险的人，就是需要优先使用这一类的药物，来让骨密度赶快把它拉上来，再用一般的药物继续治疗。好，希望今天的影片会对各位会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